大赤坎女鬼传说，花砖的诅咒。明治40年，1907年，台湾日日新报曾刊载一则令当时澎湖大赤坎地区居民惊恐不已的新闻。当地张姓人家声称家中出现一名神秘女子，此女只在白日现身，会与小孩嬉戏、丢掷砖石，甚至攻击到场查访的警员与法师。由于当时明治未开，社会上普遍迷信鬼神，该女子旋即被认定为妖女，村民请法师驱邪未果，更为事件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当地居民在事后为求心安，将女鬼出没处焚毁，以为荒地。久而久之，这个故事变成了澎湖口耳相传的乡野传说。但传说从未真正结束。这件事传到我们耳中，是在一次放假前的晚上。当时几位学长学弟约好一起去镇上的网咖打通宵，那是军中难得的放松时光。你们知道大赤坎女鬼的事吗？学弟大强一边咬着鸡排一边问。不就是那篇老报纸写的，那个张家有女鬼跑来乱丢砖块的那个故事？我接话。对，我找到更多资料耶，还有 YouTube 去拍影片呢。大强兴奋地打开一支影片给我们看。影片中几个人闯入一处长满杂草的废墟，断墙残柱、花砖地板残留其间，还有各种涂鸦与废弃物杂乱堆积。画面中一人惊呼：你们有听到女人哭声吗？看完后，大强提议，不然我们下次放假去那边看看啦。回家前绕一下也不远。那天中午，我们4人简单吃完便当，便骑车前往传说中的大赤坎废墟。成员有大强、我、一位快退伍的学长，还有他民间的朋友阿志。地点不难找，路边杂草丛生，一道铁皮门早已锈蚀斑驳，里面是大片裸露地基，似乎是当年的张宅遗址。花砖地面还残存部分图案，藤蔓从断墙中爬出，地上散落着啤酒罐、废轮胎、断裂的娃娃头与涂鸦写着“你还在这吗？”这里真的有负阿志打了个冷颤。我们四处走走看看，也没发现什么异状，便准备各自回家。就在这时，大强弯腰从花砖缝隙中捡起一小块纹样清晰的陶片。这应该可以做个吊饰吧，他笑着塞进口袋。假期结束回到营区，我正整理背包时，班长走来问我，你知道大强怎么了吗？他家人打电话来说他发高烧冒冷汗，一直发抖，现在住院2天了，我帮他请假了。你知道他去哪吗？我还要回报给辅导长，怕是什么传染病。我一听，心中咯噔一下，只好把我们去大赤坎的事说了。辅导长眉头一皱，你陪我去医院看看他吧。大强住在当地区域医院精神科的单人病房。他母亲神情疲惫地告诉我们，他一回家就怪怪的，一直看窗外自言自语，还喊什么不要丢，不要丢，说玻璃会破，一整晚都躲棉被里发抖。我们送他来医院，他还捂着耳朵尖叫，好像听到什么声音，医生说是重度惊吓。我抬头望向病房角落的桌子，一块熟悉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块花砖碎片静静地放在那里。辅导长低声说，这东西我们的处理了。我们拦了一辆计程车，告诉司机我们要去附近有名的寺庙，想请法师看看这块花砖是否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司机是一位中年大叔，戴着墨镜，嘴上叼根牙签，车里放着费玉清的老歌，一脸悠哉。2位年轻人，现在小孩都流行玩文创哦。带砖块出门，他看了我手上的陶片一眼，笑道。我陪笑回应，捡到的啦，想问问是不是古董。开了没多久，他忽然开口，不过你们女朋友感情不错哦。我一愣，什么女朋友？哦，我说坐你旁边那位长头发的小姐啊，坐得挺安静的，不吵不闹，还会轻声讲话，像在安慰你似的。他咧嘴笑着，现在这年代，找这种温柔的女生不容易啊，帅哥你要珍惜哦。我与辅导长面面相觑，轻声问，司机大哥，你是说哪个女生？就你旁边那位啊。奇怪了，
刚刚他明明有影子坐在那边的，你们没有带女伴吗？司机一边看后照镜一边咂舌。别玩吓司机的游戏啊，我年纪大了，晚上血压会飙。我努力保持镇定，大哥，我们真的没带女生来，你看到什么？他皱起眉，拿下墨镜看了我一眼，又转头看后座，嘟囔一句，北干，靠北欧，真的假的？刚刚真的有看到一个女生头发垂到肩膀，穿那种以前庙会看到那种褐色宽袖衣服，坐得直挺挺的，我还想说她怎么不系安全带。我还在想怎么会有年轻人约会带人去拜拜哩，她看起来一脸疲惫，脸色惨白，像发烧没睡好那样。我还想说是不是你们出来踏青，结果她中暑了。车内一阵沉默，我背后一股凉气直窜天灵盖，辅导长则直盯着我口中的花砖看。司机咬着牙签低声说，哇靠，这趟是不是不能收车钱啊？带鬼出门要收零币啦。他咳了几声后抢笑道，不然这样啦，你们等一下拜完平安回来帮我丢个平安符，顺便拜托你那位朋友不要下次还搭我的车，嘿嘿嘿，我这个心脏撑不过第二次。我干笑附和，好，一定一定。司机忽然低声补一句，哦对了，他刚刚上车前，我好像听到他讲一句，他们丢我，我也要丢他们，你们最近有丢过什么吗？我猛地瞪大眼，看着手中那块从大赤坎废墟捡回来的花砖碎片。我们飞快抵达寺庙，才刚踏入香火门口，一名穿道袍的中年庙祝喝道，妖孽，竟敢造次于城隍爷座前。我与辅导长和司机三人惊呆，迎面撞上一位神情严肃，眉宇间却带着一丝难以掩饰幽默的庙祝。他一把拍了拍我们的肩膀，低声道，你们这群小鬼，怎么惹出这摊事来？居然把那块古怪的花砖带进来。说完，他叹了口气，转头对身旁一旁站着的城隍爷替身般的神情老者状似认真的说道，这花砖可不好惹，若不按规矩补上长恩，恐怕连山里那群狐狸都会来找茬。他说，那女鬼并非纯粹为妖，乃是一名在日治初年失去丈夫的寡妇。因为丈夫家族连续死了几人，被村人当成妖孽献祭，连同当地珊瑚一并诛杀，尸体与野兽一同焚烧。女子死前咆哮，我不是妖啊，为什么要丢我？为什么？那块花砖或许正是她被困的灵媒，城隍爷给出解方，归还花砖，设坛祭祀，并定期捐助野生动物保育团体，以替那年狐狸们的冤魂赎罪，否则其阴气将继续徘徊人间。庙祝摇了摇头，嘴角露出一丝揶揄的微笑，回应道，你们不知道吗？早年村里一度传说，这位女鬼与山中的狐狸关系密切，当初冤死时，不但连她丈夫跟亲人遭殃，连那些无辜蹲着等饭吃的狐群也逃过不了厄运。你看，我们这城隍爷替身每天忙着缉拿冤魂，听闻妖气也波及野生动物，可怜那群狐狸为了报复，天天在山间嚎叫，翻山越岭找东西顶嘴。自从有人提议，不如拿这捐款来做点野保工作，既替狐狸平反，也让那女鬼的怨气得以部分释解，毕竟谁不爱小动物呢？听他说的头头是道，我们只能一边点头附和，一边打量着那被卷入历史洪流却落得如此幽默处理的传说。庙祝喝着茶水，接着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这些小伙子，看来是找对地方了。今日就先替狐狸们拼一份心力，回头把这捐款细项写好，让城隍爷也能安心睡个好觉。我们当晚完成仪式。隔天一早，大强的母亲打来说他情况好转，开始进食说话。回到营区后，大强低声对我说，那晚我梦到我站在一间老房子里，窗外有人在丢石头，我叫他们停下，屋里有一只狐狸受伤了，然后他们放火，整间房烧起来了，我好像也跟着叫不出声音。几个月后，我退伍离营，大强也恢复正常，甚至开始参加动保志工活动。有一次，他传讯问我，那块花砖你还记得吗？
我回，当然。他传来一张照片，一块几乎一模一样的花砖，在他最近志工清理的旧屋区发现。他打趣说，不会又开始了吧？讯息发送之后，我望向窗外，天色已晚。屋外街灯下，一名长发女子缓缓走过，脚步无声，衣摆飘动，像极了明初时代的装束。我闭上窗，灯光熄灭。也许故事还没结束，故事就到这边。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我们下次见。